开始这个系列呢，是想要记录对经典的偏爱和穿越时间的美感，以及他们背后一段段独特的故事，也是记录与小马一起在时间中逐渐沉淀的审美与成长。爱马仕的稀有皮，从不同种类的鳄鱼皮，到温润的蜥蜴皮，到耐用的鸵鸟皮，它们并非一眼就能读懂的美，是工艺与时间的沉淀，需要经验、审美积累，甚至一点点执念。每一只包其实都像一个标本，带着不同时代的审美、配色的实验，还有个人选择的痕迹。那么接下来就请和我一起迈入这100只稀有皮包组成的小马鱼图一角吧。当100只稀有皮一起出现在眼前时呢，这种视觉和心灵的冲击力真的很难言喻。那其实大家视线中看到的呢，并没有100只，那实在是空间有限，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把它展示出来。那对于我来说呢，它们不只是100个物件和商品，而是100段关系。那这里边呢，当然有现在市场中的人气王，有拍卖会的常客，更有我私人珍藏的充满岁月洗礼的包袋。那接下来呢，我想挑出一些特别的系列，带大家一起看一看它们的色彩、皮质，甚至于诞生的年份。那对于我来说呢，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和意义。被誉为包王的喜马拉雅是爱马仕最具有代表性的稀有皮系列。喜马拉雅的名字取自冰川与岩石交错的色调渐变，由漂亮的珍珠白渐变到岩石灰，再到深棕，仿佛巍峨且圣洁的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的工艺非常复杂且耗时，对皮质的筛选也极致严格。而这只钻扣款也是喜马拉雅非常罕见的将高级珠宝工艺融入包袋的尝试，在包王之上更承载了璀璨美意，说是包袋收藏界神话级的作品也不为过。此外，我想特别介绍的是这只初代喜马拉雅 Kelly。这只青瓷色亮面的渐变 Kelly 是90年代初的古董包，在染色技术不那么发达的当年，可以说是爱马仕的一次工艺创新。即便经历时光荏苒，色泽却历久弥新，愈发温润柔和，并且它还是一只特别的外缝，让整体的线条更加立体冷峻。对我来说呢，它更是一件被时间封存下来的艺术品。黑色代表永恒经典，放之稀有皮的世界也是如此。爱马仕的黑色鳄鱼皮包充满美轮美奂的细节，比如这只华美的钻扣 Kelly， 气场全开的 Barking 和灵动俏皮的短吻鳄康康，还有这只雾面的人气王2代 Mini Kelly。 它们低调又带有权威感，在我看来是最能代表女性自信的一种皮革语言，无需过多的点缀就已自成场面。这只来自1992年的黑色鳄鱼皮 Mini Kelly 已经绝版，几乎在市场上看不见了。尽管来自上个世纪，但是包包的状态依旧完美，亮泽的鳄鱼皮质依旧璀璨闪耀。它的尺寸虽然装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拿在手上就像握住了一只可爱的爱马仕古董。这是属于收藏家的小偏执，也是我特别珍惜的一只。重新回归的 Kelly Doll 近年来备受追捧，那这一只琉璃蓝色雾面鳄鱼将玩具的俏皮感与昂贵的稀有皮质完全融合在一起。我常说它是最有生命力的那一只包，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就像会和你眨眼一样。大象皮的包款大约出现在1980年代，是爱马仕为了一些顶级的 VIP 客户定制而生产的，现在已经绝版很多年了。可以看到皮质的表面保留了大象的皮肤纹理，充满了原始而野生的粗犷感，而对我来说更像是看到了爱马仕品牌历史的一段小缩影。我一直觉得樱花粉是最日式的颜色之一，这是樱花粉的鳄鱼皮数量极少，也是很难遇到的组合，色调柔和而干净，仿佛初夏的蓓蕾，又像冬日阳光里的桃色指尖，有一种低调而克制的浪漫。
与鳄鱼皮相比，蜥蜴皮似乎没有那么高的人气，但是它自带天然光泽，皮质轻薄却坚韧，比鳄鱼皮更加的柔软。未经染色的原色蜥蜴皮呈现浅棕色调，保留着皮革的原始质感，在阳光下鳞片还会闪闪发光，充满了野性和腔调。我一直觉得爱马仕之所以迷人，不只是因为它的稀有，而是它承载着时间与审美的选择。每一只包都有属于自己的气韵、美感和故事。它们不仅仅是物件，更像是一段段历史的留痕，是穿越时光的珍藏品。那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带大家一起一只一只的去看、去触摸、去感受。那希望这个系列呢，不只是关于包袋的鉴赏，也能成为一种生活的美学与自我选择的对话。谢谢你看完这一集，下一个100只我们再见。